大家好，我是直列美股。今天这期我们来聊一只全球最具争议的股票——特斯拉，股票代码 TSLA， 纳斯达克上市。为什么说它争议？因为在同一时间点，你能找到完全相反的两套逻辑，而且每一套都自洽。一边是特斯拉的股价从去年12月22日创下的历史高点498美元，一路跌到现在348美元附近，跌幅超过 30%。与此同时，它今年第一季度的利润同比暴跌 71%， 交付量不及预期，库存积压超过5万辆，品牌价值在2025年缩水了154亿美元，整整 36%。与此同时，它在中国市场面临本土品牌的全方位压力。这一面听起来，特斯拉是一家正在走下坡路的汽车公司，但另一边是华尔街最激进的多头分析师给出了600美元的目标价，比现价高出 70% 以上。马斯克手握 Robotaxi 无人出租车、Optimus 人形机器人、FSD 完全自动驾驶3张牌，每一件都可能是改变行业格局的颠覆性技术。而且特朗普政府的监管松绑，让这些技术落地的政策阻力前所未有地小。这两套叙事，你信哪一套，直接决定了你对这支票的判断。今天这期视频，我不打算替你做选择，但我会把两套叙事背后的真实数据和逻辑逐一拆开来给你看。就在4月22日，特斯拉发布一季度财报的前夕，这期内容的时机我认为非常重要。要理解特斯拉现在的困境，必须先搞清楚一件事：特斯拉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它恰恰是当前市场分歧的核心所在。如果你把它当成一家汽车公司来估值，那它现在的估值贵得离谱，应该大幅下跌。如果你把它当成一家 AI 和科技公司来估值，那它现在的价格可能还算合理，甚至便宜。特斯拉自己的叙事已经从2020年代初期的全球最快增长的电动汽车公司，逐步转变成能源加 AI 加机器人的综合科技平台。我们来看看这个转变是否有财务数据支撑。特斯拉的业务分4块。第一块，汽车制造，这是最大的收入来源。2025年全年交付了164万辆车。Model Y 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它已经连续3年蝉联全球最畅销汽车榜首，不是最畅销的电动车，是所有品类里卖的最多的那一辆。这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Cybertruck 量产已超1年，但产能爬坡缓慢。Model 3完成了大改款。这块业务整体的问题是，增速已经从2021年的 87%、2022年的 40%， 一路放缓到2025年的不足 3%， 而且利润率在价格战中持续被压缩。第二块，能源与储能，这是近2年增速最快的业务，包括家用 Powerwall 电池和电网级 Megapack。2025年全年能源储能部署量同比增长接近 70%， 这块业务的毛利率高于汽车。但今年 Q1 能源部署量意外下滑了 38%， 这个数字令很多人担心。第三块， FSD 完全自动驾驶，目前已经进入 V14.3 版本。特斯拉的说法是它正在从辅助驾驶向真正的自动驾驶迈进。FSD 从2026年2月14日起已取消一次性买断选项，改为纯订阅制，目前订阅价格是每月99美元。这个定价策略的转变耐人寻味，更低的门槛意味着更高的渗透率预期，但同时也说明特斯拉需要通过规模换收入。如果 FSD 成为大规模商用服务，这块的利润率和规模将是颠覆性的。但这个如果目前还是一个大问号。第四块， Optimus 人形机器人，这是马斯克最爱谈的话题，也是最远期的压轴。马斯克说 Optimus 将在2026到2027年开始有限商业部署，长期来看它可能比整个汽车业务更有价值。除此之外，今年还有2个值得关注的新进展。 Cybercab 已于今年4月正式开始生产，这是专门为 Robotaxi 无人出租车服务设计的车型，它的量产标志着 Robotaxi 计划从概念走向现实。 Semi 电动重卡也将于今年实现量产，进入商业运营阶段，这将打开一个全新的企业客户市场。从市场扩张来看，特斯拉在韩国和中国的销量近期表现亮眼，同时正在大力布局日本和沙特阿拉伯市场，增长引擎在地理上仍然有空间。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特斯拉的业务结构是一个现实和愿景高度混合的状态。现实是一家增速放缓、利润承压的汽车公司，愿景是一家手握自动驾驶数据、Robotaxi 机器人和能源的综合科技平台。你相信哪一面，决定了你怎么给它定价。现在
来聊一个很多人搞不清楚的问题：特朗普和关税对特斯拉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答案不是非黑即白的，它的影响是双向的，而且两个方向都不小。先说利好的一面，特朗普政府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加征了大幅关税，这对于在美国本土建厂的特斯拉来说是一个竞争壁垒。特斯拉的德克萨斯超级工厂为美国市场供货，不受关税影响，而韩国、德国、日本的传统车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大幅上升。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关税壁垒已经非常高，这直接保护了特斯拉在美国市场不受比亚迪、小鹏等中国车企的正面冲击。另一个利好是监管松绑，特朗普政府对自动驾驶技术的监管态度明显比前一届政府宽松。FSD 在美国市场的推广在政策层面阻力更小，这对特斯拉的 Robotaxi 计划是一个重要的正面变量。但关税也有伤害特斯拉的一面，而且这一面往往被忽视。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是其全球收入的重要来源，占比超过 20%。美中贸易摩擦加剧，中国方面的报复性关税或政策限制会直接冲击特斯拉在华销量。此外，特斯拉的供应链全球化程度非常高，部分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关税推高了生产成本，这在利润率已经承压的情况下，进一步压缩了盈利空间。综合来看，关税对特斯拉的影响是美国市场得到保护，但海外市场风险上升，成本端增加压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利好或利空，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重组。特斯拉的竞争格局在变，谁能从中获益更多，取决于它在各市场的执行能力。来看股价走势图，特斯拉在2025年走出了一波强劲的反弹行情，从年初的约250美元一路涨到12月22日的历史最高点498.83美元，全年涨幅接近 100%。这一波涨幅的核心驱动力是马斯克在大选后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修得深化，市场预期特斯拉将在自动驾驶监管、补贴政策等方面获得政策红利。然后从2026年年初开始，股价开始系统性的回调。当前约348美元的价格，意味着从高点下跌了超过 30%， 年初至今跌幅约 22.6%。这波下跌有几个重要节点。第一，1月份多个欧洲市场的销售数据显示同比下滑，品牌损害数据开始被大量媒体报道。第二，4月2日，公司发布 Q1 2026交付量数据，358023辆，低于市场预期，股价当天下跌超过 4%，创下2026年单日最大跌幅。第三，摩根大通发出警告，认为特斯拉股价可能再跌 60%， 目标价仅为145美元，与 Wedbush 600美元的目标价形成了极端分化。这种分析师之间的巨大分歧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市场对特斯拉未来的判断不是在分析同一家公司，而是在给两家不同的公司定价，一家是传统汽车公司，一家是 AI 科技平台。4月22日，特斯拉将发布今年第一季度财报。在这之前，我们先把已经公布的交付量数据和市场对财报的预期逐一拆开来看。第一个核心数据 Q1 2026交付量358023辆，这个数字表面上看，同比去年第一季度的336681辆增长了 6.3%， 看起来还不错。但有几个细节不能忽视。其一，市场预期是372000辆，实际低了约14000辆，大约差了 4%。其二，更值得关注的是生产量和交付量的缺口，当季生产了408386辆，但只交付了358023辆，这意味着有超过5万辆车积压在库存里。一个季度积压5万辆，这是非常罕见的。通常情况下，当一家车企出现大规模库存积压，市场的第一反应是要么是需求在下降，要么是供给扩张过快，但无论哪种，对利润率都是压力。第二个核心数据，利润。根据已披露的信息， Q1 2026净利润同比下滑了 7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利润下滑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是价格战导致的毛利率压缩，另一方面是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 FSD、Optimus 以及汇率、原材料成本等因素。第三个核心数据，能源储能部署量 8.8千兆瓦时，比去年 Q4 的 14.2千兆瓦时下降了 38%， 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 14.4千兆瓦时。能源业务曾经被视为特斯拉除汽车之外最可靠的增长引擎，这一季度的意外下滑让市场对其可持续性产生了疑问。那么，分析师对于即将到来的财报预期是什么？
市场共识预期 Q1 每股收益约为 0.24 美元，同比去年 Q1 的 0.15 美元增长 60%。这个预期的逻辑是，虽然交付量低于预期，但每台车的利润率和成本结构可能有所改善。全年来看，分析师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收益 1.43 美元，同比增长约 31%，2027年进一步增长 37% 到 1.96 美元。我需要说一下这里的悖论，利润同比下滑 71%， 但分析师预期全年增长 31%， 这意味着市场预期 Q2 到 Q4 会有非常强劲的复苏。这个复苏的假设依据是什么？主要来自两件事，一是 FSD 和能源业务的加速商业化，二是马斯克减少 Doge 参与之后品牌端地修复。但这两件事目前都还没有发生。现在来谈特斯拉面临的结构性威胁。我选了3个，每一个都值得单独写一期视频。今天我尽量说的具体一点。第一个结构性威胁，中国竞争对手的全方位围攻。这里我需要先纠正一个市场上流传很广的误解，比亚迪并没有全面超越特斯拉。2025年，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总交付量确实超过了特斯拉，但这个数字包含了大量插电混动车型，纯电动车的对比口径下，特斯拉 Q1 2026已经重新夺回了全球纯电动汽车销量第1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两家公司的竞争根本不在同一个价格带，特斯拉的主力车型均价在4到5万美元区间，而比亚迪的销量主要来自5到15万人民币的中低端市场。这是两条不同的鱼道，并不是直接的正面厮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竞争对手可以忽视。在中国本土市场，特斯拉的市场份额确实承压，面对的不只是比亚迪，还有小鹏、理想、问界等一批在技术和产品体验上快速追赶的本土品牌，他们的智能驾驶功能甚至被描述为超过了特斯拉 FSD。在欧洲市场，关税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车企的扩张，但长期来看仍是隐患。第二个结构性威胁，估值与增长的内在矛盾。特斯拉当前的市盈率，根据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收益 1.43 美元计算，大约在240倍左右。是的，240倍。这个估值水平要求特斯拉必须展示出爆发式的未来增长，才能在当前股价附近有投资价值。也就是说，市场现在的股价已经非常大程度地定价了 FSD 商业化和 Optimus 机器人的成功。如果这些技术进展不如预期，股价的下行空间是非常大的。摩根大通的145美元目标价就是基于传统汽车公司估值逻辑给出的，而不是基于科技公司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同一只股票，分析师目标价可以从145美元到600美元，差了4倍。他们在用不同的估值框架定价不同的公司。第三个结构性威胁，马斯克同时掌管 SpaceX、X 原 Twitter、XAI、Neural Inc 等多家公司，他的时间和注意力是固定的。近年来，特斯拉的产品创新节奏相比2020年前明显放缓，对手们已经在高端 SUV、皮卡、轿跑多个细分市场密集发布新车，而特斯拉的主力车型 Model 3和 Model Y 刷新周期拉长， Cybertruck 量产爬坡也慢于预期。这不是说马斯克不关心特斯拉，而是一个人的精力天花板是真实存在的。当对手的产品迭代越来越快，创始人的注意力又分散在多个战场时，特斯拉能否保持产品端地领先，是需要持续观察的变量。这3个威胁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特斯拉必须面对的长期挑战，而不是短期波动。说完了风险，现在来说看多逻辑。这一部分，我想尽量用具体的近期发生的事实来说话，而不是停留在未来某天可能的层面。第一， FSD 正在发生真实的、可量化的进展。最新发布的 FSD 14.3 版本在测试用户中收到了大量正面评价，被认为是历史上体验提升最显著的一次迭代。更重要的是，特斯拉已经在湾区和奥斯汀部署了573辆车进行 Robotaxi 测试，其中有11辆是真正的无人驾驶，没有安全员坐在副驾驶位置。与此同时，特斯拉已在全美34个城市开始 FSD 数据采集，专门为 Robotaxi 商业化做准备。这不是 PPT 上的计划，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关于竞争对手的威胁，我想说一个常被混淆的逻辑。英伟达确实宣布推出了基于自身芯片的 L4 级自动驾驶平台，让很多人担心特斯拉的技术护城河被打破。但我认为这个担忧被高估了。英伟达是一家平台公司，它卖的是芯片和软件框架，真正在现实世界里驾驶的仍然是使用这个平台的各家车企和自动驾驶公司。
这些公司从零开始积累真实路况数据，需要的时间和成本是巨大的。特斯拉今天已经积累了接近110英里的真实驾驶数据，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按照最激进的假设，竞争对手哪怕每天多跑1000万英里，追平这个数据规模也需要上10年。数据壁垒是真实存在的。第二 ，Cybercab 已经在今年4月正式开始生产，这是专门为 Robotaxi 服务设计的无方向盘车型。它的意义是，特斯拉不是在改造现有车型来做无人驾驶，而是从硬件底层重新设计了一辆为自动驾驶而生的车。没有任何其他竞争对手同时拥有成熟的量产工厂、100亿英里的驾驶数据以及专门设计的无人驾驶载体。这3件事同时具备，是特斯拉独有的。第三，内部人信号非常强。马斯克在2025年以平均385美元的价格，在公开市场增持了1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这是他个人资金，不是期权奖励。特斯拉全球副总裁朱晓彤在上个月也在公开市场买入了2万股。最了解这家公司的2个人，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用真金白银表达了他们的判断。第四 ，FSD 即将在欧洲获批，荷兰已经率先批准了 FSD 在当地市场的使用。今年5月5日，欧盟将投票决定是否允许其他成员国自动获得同等批准资格。如果通过，这意味着 FSD 将一次性进入整个欧洲市场，覆盖数亿消费者。欧洲是全球第2大新能源汽车市场，这个批准如果落地，将是特斯拉 FSD 商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单一事件之一。多头逻辑的核心是这样一句话：当 FSD 完全成熟的那一天，特斯拉路上的每一辆车都会变成一个会赚钱的资产。那个时候，不是特斯拉在卖车，而是每一台特斯拉都在为它的主人和特斯拉同时赚钱。需求会供不应求，而股价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定价维度。好，说完了2套逻辑，最后来谈估值和我的结论。先看数字，当前股价约348美元，市值约 1.12 万亿美元。按照2026年全年分析师预期的每股收益 1.43 美元，当前市盈率约240倍。传统汽车公司丰田大约10倍，通用大约6倍，同属科技高成长的英伟达大约35倍，苹果大约30倍。240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特斯拉今后10年每年利润增长30%，这已经是非常激进的假设，它大约需要10年才能消化掉当前的估值溢价。这是用汽车公司逻辑看待特斯拉时得出的结论，太贵了。但换个框架，如果特斯拉在2028年到2030年之间成功推出 Robotaxi 服务， FSD 渗透率达到 40% 以上，那它的年化软件和服务收入可能超过500亿美元，这会是一家市值远超当前1万亿的公司。这是用 AI 平台逻辑看待特斯拉时得出的结论，当前价位是布局窗口。这2套逻辑，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一个是对的，因为答案取决于特斯拉未来3到5年的技术路线是否成功，而这件事目前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判断框架，有3件事我会在接下来6到12个月内重点观察。第一， FSD 订阅渗透率是否出现可量化的跃升。现在是纯订阅制，每月99美元，价格门槛比之前低。如果接下来的财报中 FSD 订阅用户数开始快速增长，软件收入占比明显提升，多头逻辑就有了财务数据的支撑，估值重构的预期会大幅升温。第二， Q1 积压的5万辆库存能否在 Q2 有效消化。库存消化意味着需求没有问题，价格不需要进一步下调，利润率可以企稳。反之，如果库存继续堆积，降价压力会持续侵蚀毛利。第三， Robotaxi 的落地时间表。监管环境在松绑，如果特斯拉在今年内给出明确的 Robotaxi 商业化时间节点，市场会重新给它的估值框架打分，这是当前最大的潜在正向催化剂。如果你谨慎来看，特斯拉目前的风险收益比不够吸引人。对于倾向于长期压住技术颠覆的投资者，可以小仓位参与，把入场时机放在财报后，市场对坏消息充分反应之后。但对于需要在未来2-3年内看到财务回报的投资者，当前估值和基本面之间的差距还没有弥合的迹象。好，把今天的内容做一个完整的梳理。特斯拉是当前市场上最难定价的股票之一，原因不是数据不透明，而是它所处的技术转型期让2套截然不同的估值框架同时成立。第一，公司现状，汽车交付量增速已经放缓到个位数， Q1 利润同比下滑 71%，
库存积压超5万辆。第二，结构性威胁。中国本土品牌在智能驾驶体验上快速追赶，尤其在中国市场构成真实压力，240倍的市盈率要求技术路线必须兑现。第三，多头逻辑。FSD 商业化如果成功，将把特斯拉从汽车公司变成高利润率的软件平台。Robotaxi 和 Optimus 代表了2条可能颠覆行业的技术路线。超过110英里的真实驾驶数据是竞争对手短期无法复制的护城河。第四，估值与结论。当前价位，对于追求确定性回报的投资者，风险收益比不够理想；对于能接受高不确定性压住技术颠覆的投资者，可以小仓位长期参与。关键是把握3个观察节点：Robotaxi 落地进度、FSD 订阅数据、库存消化情况。4月22日的财报将是今年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节点，建议等财报数据落地后再做仓位决策。当然，我也必须诚实的告诉你，我持有特斯拉股票，长远看，特斯拉将是第一个人工智能大规模物理落地的应用。我市值列美股，我们下期见。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频道，把这期视频分享给同样关注特斯拉的朋友。评论区告诉我你是多头还是空头，我会认真看每一条。